欣赏日出。萨九龄惊愕不已，同时又满脸激动地问道：先生，此言当真？叶晨点点头，我刚刚说了，以后一定会确保死尸在任何时间段都可以轮流到地面去，眼下这个第一次就留给那些没见过日月星辰的孩子们。萨九龄兴奋难耐，可忽然想起什么，问叶晨：先生，此时外面还是黑夜？对，叶晨道，再过半个小时天就亮了。萨九龄看了看天花板密布的灯光，感叹道：看来我们里面的日夜与外面是截然相反的。叶晨微微一笑，他们不想让你们计算出现实生活中的日期，自然会把这里面的时间与现实进行颠倒和扭曲。说罢，叶晨又道：不过你不用担心，从今天开始，这里的白天黑夜将与外面保持一致，我会让人给你们准备好钟表，以后你们的日期、时间就完全与现实生活同步。萨九龄感激地恭敬道：谢谢先生。叶晨道：对了，还有一个任务给你。萨九龄忙道：先生请吩咐。叶晨认真道：明天开始，你要把你的人分成3个组，每组人数大概在1000多人，然后再从每一组人里选出130名劳动力，继续参与铜矿的日常生产开采。说着，叶晨转过身，对跟在身后的萧其卫、李念宗说道：为了公平起见，萧其卫也是一样，让左中右3旗内部各自选出大概20名劳动力，和死士选出的劳动力一起参与工作。李念宗不假思索地说道：先生放心，属下稍后就办。叶晨又嘱咐道：工作采用8小时3班倒的工作制，上一休一，所以这就要求内部在选人的时候多选出最少1班子，让每个组内的班子进行轮换，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良好的休息。没问题，李念宗道。这座铜矿的生产规模并不算大，同时期开工的也就100多人，死士和萧其卫加起来差不多4000人了，应对这点工作量还是很轻松的。叶晨点了点头，道：我们让他们参加工作，不是为了剥削他们的劳动力，而是为了保持这座铜矿的正常运营，不让破庆会察觉到任何异常。所以你们2个告诉所有参与工作的劳工，只要参加了劳动，我就会按照塞浦路斯正常的矿井工人待遇的双倍，给他们结算薪资，到时候采用美元结算。李念宗和萨九龄对视一眼，由李念宗开口道：先生，钱就不必了吧，您已经帮了我们这么多，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怎能再拿您的钱？而且这铜矿生产出来的矿石都是交给破青会的，结算的钱也进不了您的口袋，这不等于您纯粹贴钱了吗？是啊，萨九龄也连忙附和道：先生，我们一来不能让您贴钱，二来钱对我们来说也根本没有任何用途，您就是给了我们，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也只是废纸一堆，还不如您将这笔钱留着，还能为将来铲除破庆会的事业发挥一些用处。叶晨摆了摆手，非常坚定地说道：劳动了就要获得报酬，这是人类发展至今亘古不变的几条真理之一，这笔钱你们可以存起来，也可以用来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就像萨九龄刚才说的，为了安全起见，肯定不能让大家拿着钱随意外出消费。不过我会让人给出一个常用商品的清单，到时候把清单发给大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让万隆店负责采购，然后用隐蔽的手段运到这里来，交到每个人的手上。我可以承诺的是，万隆店绝不赚取任何差价。李念宗与萨九龄均是有些错愕，他们没想到叶晨竟然会打算动用万隆店来帮助他们解决单纯的购物问题，听起来显然有些过于兴师动众了。可是一想到大家将来真的就能够通过日常劳作赚到的钱来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采购一些来自于外面世界的各种东西，他们心里也难免有些期待。尤其是萨九龄，他可没有李念宗的自由度高，毕竟李念宗之前已经是萧其卫的旗长，虽然旗长也没有工资，
但最起码人家生活在地面之上，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常年生活在地下与世隔绝的萨九龄要强出太多了。萨九龄曾为了让儿子明白地球是一个圆形，而持续给他解释了数年的时间。可是他的儿子至今还没有外出执行过任务，没见过外面的世界。萨九龄自己也连个地球仪都拿不出，根本没有一个合理的方式让儿子明白这个最简单的道理。一旦叶晨说的那种模式推行起来，自己赚到钱只需要几美元就能购买一个地球仪，来向儿子解释这个世界真正的构成。叶晨这时又道：对了，劳动力的选择上，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家庭为单位，让每个家庭都能够选出一个壮劳力来参与，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好的，先生。两人都不假思索地点头答应下来。叶晨的这个想法与他们的打算也不谋而合。叶晨继续道：还有，家属们如果参与了后勤保障的工作，也是要按照实际工种与工作量来进行薪资结算。另外，如果有未成年的孩子，每人每月按$200发放牛奶费，这笔钱将由他们的家人代收代管。牛奶费，两人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想不明白这钱是什么意思。叶晨只是淡淡道：只当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福利。说着，叶晨想起什么，又对萨九龄道：对了，以后从每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晚上11点结束，这18个小时，你们可以将至少6批人轮番送到地面，他们可以换上萧齐卫统一的服装，在地面进行3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但绝对不可以擅自离开铜矿，以免走漏风声。萨九龄当即保证道：先生放心，我拿项上的人头跟您保证，绝不会有任何一名死士或者死士的家属擅自离开铜矿范围。好，叶晨点了点头道：行了，现在就开始组织孩子们陆续上去吧。很快，一批又一批的婴幼儿以及少年们开始陆陆续续乘坐矿井的升降装置，一路来到他们此生从未踏足过的地面。他们中有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也有刚刚咿呀学语的孩子，还有那些已经快要成年的青少年。为了优先让这些孩子们感受到人生中第一次日出，所有成年人这次不在上井的名单里。不过倒是有一种例外，那便是所有3岁以下的孩子，他们的妈妈可以作为监护人，陪同他们一起升至地面，感受迟到的人生第一次日出。3岁以下的孩子由母亲陪同，3岁以上的则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亦或者小伙伴们手拉着手，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地面。在铜矿办公楼的楼顶，700多名未满18岁的孩子们呼吸着从未呼吸过的新鲜空气，表情兴奋而又期待地紧盯着东方的天际线。当东方开始泛起鱼肚白的那一刻，所有孩子激动得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因此错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日出。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虽然从小就听家长说起过太阳，但是谁都不知道太阳究竟是什么样子。毕竟在死士的驻地，哪怕是一张与太阳有关的照片都没有。有的孩子们怎么都不能相信父辈们口中说的那个闪着耀眼光芒的火球升上天之后，大地万物都会被它彻底照亮。孩子们从生下来只见过灯光，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一盏灯最多也就只能将一间房子照亮，又如何能照亮大地万物？所以此时此刻，他们都等待着见证奇迹的那一刻。数分钟后，天色渐渐放亮，天上斑驳的云彩依稀可见，变幻莫测的天空让所有的孩子们看得惊叹连连，每一个人都紧盯着天上那些不断浮动的云朵，啧啧称奇。如此美景，他们从不曾领略。随着亮度越来越强，放眼看去，四周的大地万物以及那波澜壮阔的大海已然清晰可见，而站在这楼顶，便可轻松俯瞰到大海。孩子们看到这些，一个个更是忍不住发出惊呼之声。他们听父辈说过大海，说那是一望无际的水，在极近远处，天与水连成一线，海天一色，好不壮观。只是
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什么叫做海天一色，毕竟他们连天空也不曾见过。如今看到天空，再看到大海，一切抽象的形容忽然间变得生动无比起来。就在孩子们一声声的惊呼中，一道金光自东方骤然而起，原本那鱼肚白的天际线也在这一瞬间变成一片金色。下一刻，天边一道金灿灿的弧度已然从海平面的另一端凸显出来。有个孩子指着那一道弧度，激动地大喊：快看，那个就是太阳啊！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